今天我们来聊聊许多人都有过的可怕经历，牙齿痛到让人怀疑人生，痛到睡不着、吃不下，彷佛整个世界只剩下一颗跳动的牙齿在折磨你。这时候，多数人脑中浮现的念头可能就是抽神经。荒清也就是所谓的根管治疗，把牙齿的神经拔掉，以为这样就能一劳永逸地解决疼痛。但是等等，难道牙齿一痛就要对它痛下杀手，把神经抽掉吗？知名牙医师警告，千万别乱抽神经。有些牙医界不轻易对外说的真相，其实关乎我们每一个人的牙齿健康。今天就让我们深入揭开这些秘辛，一起看看牙痛背后的原因、抽神经的后果，以及如何在保住牙齿的同时摆脱痛苦。你知道吗？我们口中每一颗牙齿的神经、牙髓，其实就是牙齿的生命中枢。牙髓包含神经和血管，提供牙齿养分、感觉和修复能力。健康的自然牙齿是无可取代的宝物，一旦失去牙髓，牙齿就如同被抽走灵魂的躯壳，再也感受不到外界的刺激，生命力也随之降低。因此，除非万不得已，千万不要轻易对牙齿动刀抽神经。为什么牙医师会这样提醒呢？因为抽神经是不可逆的。一旦把牙髓去除，牙齿虽然还留在口中，外表看起来完好如初，但实际上它已经死亡了。没有神经的滋养，牙齿会变得更加脆弱易裂，对冷热和咬合的感觉也迟钝许多。想象一下，原本你的牙齿就像一棵栽种在土里的健壮树木，有树根汲取营养，水分滋润，而抽神经后，这棵树虽然枝干还在，但根已经枯萎，内部变成干柴，遇到强风，也就是大力咬东西，更容易折断。许多研究发现，抽神经后的牙齿强度明显下降，可承受的咬合力远低于健康牙齿，而且因为神经不在了，牙齿被咬裂或再度蛀坏时，你反而可能感觉不到，等发现时往往为时已晚。那么有人可能会问，既然抽了神经牙齿会变脆弱，为什么牙医还是建议根管治疗呢？这就牵涉到一个关键问题，疼痛的来源和严重程度。牙医师强调，自然牙再珍贵，如果牙髓已经无法保存，也只能忍痛牺牲它。但在走到这一步之前，其实有许多文章和眉角是牙医不一定会跟病人细说的。我们接下来就深入牙痛的世界，看看在什么情况下才非抽神经不可，以及在此之前我们能做些什么来挽救我们珍贵的牙齿。牙痛被誉为世界上最难以忍受的痛苦之一，许多人形容牙痛时宁愿剁掉一根手指都不想再痛下去。那种钻心刺骨的痛从哪里来？其实就是你牙齿里的神经在尖叫，在求救。牙痛通常源自于牙髓发炎、牙神经发炎。当蛀牙严重到逼近牙髓，或牙齿遭受外伤裂开，甚至牙周感染波及牙根时，都可能导致牙髓组织发炎肿胀。然而，牙髓被包围在坚硬的牙本质和牙釉质内，空间狭小，无法膨胀，一发炎就产生巨大的压力，刺激神经纤维，于是你就感受到那种阵阵抽痛。牙髓炎可分为两种状态，可逆性和不可逆性。简单说，如果是可逆性牙髓发炎，通常痛觉只在受到刺激时出现，比如吃了冰的、甜的会痛，移除刺激后疼痛很快消退，表示牙神经只是轻度发炎，还有自我修复的机会。这种情况下，牙医师通常会先处理蛀牙，消除感染源，保留活着的神经，症状就能改善。然而，如果是不可逆性牙髓炎，痛楚常常是自发性、持续性的，也就是没有明显诱因也在痛，或是晚上痛到睡不着，止痛药也难以完全止痛。这意味着牙髓受到严重的感染或损害，已经无法自行恢复。在不可逆的阶段，牙髓组织最终坏死，也就是神经走向死亡。那时候唯一彻底解除疼痛的方法，就是进行根管治疗，把坏死的神经清除。换句话说，牙痛其实是一个警讯，当你开始感到一阵一阵地莫名剧痛时，很可能牙齿内部已经在发生不可逆的变化。这时，牙神经的尖叫其实是在告诉你，救命，我快不行了。如果我们能在可逆阶段就及时介入治疗，就有机会抚平牙髓的怒火，保住活的神经。但一旦拖延到不可逆阶段，牙医师也爱莫能助，
只能选择抽神经来杜绝痛源。所以千万别忽视牙痛的早期信号，一颗牙突然变得对冷热特别敏感，或偶尔隐隐作痛，这可能是牙髓在向你求救，此时赶快去看牙医，往往还来得及挽救牙神经，不用走到抽神经那一步。有些人天生胆小，怕看牙医，牙痛了能忍就忍，忍到有一天痛竟然自己消失了，他还庆幸地想，不痛了耶，果然忍一忍就好了。但真相可能让你背脊发凉，疼痛的消失很可能是牙神经已经痛死了。也就是说，牙髓从不可逆的剧烈发炎阶段终于撑不住，完全坏死，因此你才感觉不到痛。但这绝不代表问题解决了，反而意味着更大的危机正在酝酿。当牙齿的神经坏死，细菌就失去了天敌，可以肆无忌惮地在牙根管内繁殖。想象一下，那些原本引起你牙痛的细菌，现在把整个牙髓腔当成了派对圣地，疯狂滋生。而死去的牙髓组织就像腐肉一样，成了细菌的大补贴。随着时间推移，细菌和它们产生的毒素会沿着牙根尖端扩散到牙龈骨头里。起初你可能完全没有感觉，因为神经已经坏死，不会痛了。但某天当你的身体免疫力下降，这些潜伏的细菌军团就可能突然发难，大举爆发。结果会怎样呢？常见的就是在换牙的牙龈上冒出一个肿肿的脓包，或者半边脸颊肿起来，很多人口中的牙齿长脓包就是这样来的。这脓包其实是一个脓疮，代表牙根间的感染已经突破骨头，向外寻找出口。如果发展到这种地步，你不可能再坐视不管了。虽然牙齿本身不痛，但牙龈肿胀发炎会导致咬合不适，甚至影响说话吞咽。更严重时，细菌感染可能扩散到下颚骨、上颚窦，甚至脸部其他组织，引发蜂窝性组织炎等危及健康的并发症。到了这一步，根管治疗已经是非做不可，而且治疗的复杂度和耗时都比早期介入高得多。牙医师可能需要多次清理、消毒、根管，甚至根尖手术，才能把深处的顽强细菌消灭干净。如果感染太大，或牙根已经溶解破坏，甚至可能连根管治疗都救不了这颗牙，只能拔除了。因此请切记这个残酷的真相，牙痛不见了不等于问题解决了。千万别等到牙龈长出脓包，脸都肿了才后悔莫及。当牙齿痛到爆时，不管痛到后来有没有暂时缓解，都应该尽快求医检查。早一点治疗，就多一分保住真牙和活神经的希望。拖得越久，牙齿的小毛病都可能酿成大灾难，到头来不但受更多罪，荷包也失血更多。聪明的做法是平时定期检查，及早发现蛀牙，不要让小洞拖成大洞，拖到伤及神经。万一真的出现牙痛迹象，就快点让牙医评估，千万别自己撑，因为牙髓一旦发出痛苦讯号，表示事态正在升级中。当然，人生无常，有时牙痛就在半夜或假日无预警地袭来，一时半刻没办法立刻看牙医。那在赶去求医之前，我们自己能做些什么来减轻痛苦，避免情况恶化呢？以下是几个牙痛急救的小撇步，在紧要关头或许能帮你撑到见牙医的一刻。保持口腔清洁，先用温水漱口，轻轻把牙缝中可能卡住的食物残渣清理掉。有时食物卡在蛀牙洞里刺激神经，清除后疼痛可能缓解一些。使用牙线小心地清除邻近区域的残渣，但避免用牙签乱捅伤到牙龈。冷敷消肿，如果有明显的肿胀，可以在脸颊外侧疼痛牙齿对应的位置进行冷敷。冰敷能减少发炎反应，稍微降低神经的敏感度，达到暂时止痛效果。记住用毛巾包裹冰块，不要直接冰块贴皮肤，以免冻伤。每次敷15分钟左右即可。服用止痛药，市面上的止痛药如含布洛芬或乙酰氨酚的止痛药，可以暂时缓解牙痛。如果你没有药物过敏，可依照药品说明服用适当剂量的止痛药来度过难熬的几个小时。但要注意，止痛药只能治标不治本，千万不可因为止痛后不痛了就不去看医生。疼痛消退并不代表感染好了，它随时可能卷土重来。勿热敷，勿自行用药粉。有些民间偏方主张热敷或塞止痛药粉在蛀洞里，
其实这些做法可能适得其反，热敷可能加剧感染的扩散，而直接把药粉或止痛药片放在牙齿上，不但无助于治疗，药物的化学成分还可能灼伤牙肉或口腔黏膜。正确的方式还是口服止痛药，等候专业治疗。上述方法只能暂时舒缓疼痛，绝对不能当作长期解决方案。一旦度过紧急当下，务必要尽快就医，让牙医师处理根本问题。千万别因一时不痛就掉以轻心，否则等疼痛再度来袭时，可能会更加猛烈，而你的牙齿处境也将更危险。很多人害怕抽神经，其实往往是对它不了解，再加上这名字听起来就令人毛骨悚然，仿佛牙医拿着针往你神经扎。现在我们就以浅显易懂的方式来揭开根管治疗的神秘面纱，让你明白牙医在你痛得死去活来时，到底在牙里做了什么魔法，让你重获新生。首先澄清一点，抽神经这3个字说白了其实就是清除牙髓。当牙医师判定你的牙髓已经无法救治，必须拿掉时，他会先帮你打一针局部麻醉，确保你在治疗过程中几乎感觉不到疼痛。现代的牙科麻醉技术非常进步，一小针下去，通常几分钟内就能让那颗牙和周围组织彻底麻木。所以虽然抽神经这词听起来很恐怖，但其实过程并不会让你感到神经被拔的剧痛。相反地，当麻药生效后，你多半只会感到牙医在你嘴里施展他的手艺，可能有点震动声和器械在牙齿内进出的感觉，但痛觉是极轻微的。麻醉完成后，牙医师会用高速的牙钻从牙齿咬合面或后侧开一个小洞，直达牙髓腔的位置，接着就像特务电影里开锁一样，寻找牙髓所在的根管入口。每颗牙齿的牙根都有细细的管道，前牙通常单根单管，后牙可能有多根牙根，每根内含1到2条根管。有经验的牙医师熟悉不同牙齿的根管位置和数目，会用探针和显微镜等辅助工具找到所有的根管开口。一旦找到，真正的抽神经就开始了。牙医会使用一系列非常纤细的锉刀，像极小的刷子或螺旋钻，伸进根管内剥离、刮除坏死的牙髓组织。别担心，这一步你仍在麻醉状态，不会感到疼痛。过去牙医是用手动一根根小锉刀慢慢拉出牙髓，就像清理细管里的脏东西一样，又费时又费力。但如今有了电动的机械辅助器械，可以高效率的转动锉刀，把根管壁内的软组织和细菌感染层层刮除干净。这个过程中会间歇搭配以冲洗液，如次氯酸钠等消毒液，冲洗根管，把刮下来的碎屑和细菌冲出体外。就这样，牙医师耐心地在你牙根里清理战场，确保所有受到感染的牙髓都被移除，不留任何细菌藏匿的角落。某些情况下，如果根管特别深或弯曲，医师可能还会拍摄 X 光片或使用电子仪器测量根管长度，确保探到底、清干净。当内部清理完成后，最后一步就是填补根管。牙医会以一种专门的牙科充填材料，常见的是牙胶间配合粘着剂，将空空的根管紧密地封填起来，防止细菌再度入侵。填好之后，原本在牙齿上开的小洞会用补牙材料、树脂或暂时药物填料封住。至此，根管治疗算是基本完成了。简单回顾一下整个过程：打麻醉、开孔、找根管、清除神经组织、消毒、冲洗、充填、封闭。听起来步骤很多，但熟练的牙医师往往能在1-2个小时内完成一颗牙的治疗。如果感染严重或者根管很多，形状复杂，有时会分成2-3次回诊，逐步处理，以确保中间放入药物消毒后再继续下一步。很多人会问，抽神经很痛吗？其实正如上面所描述的，只要麻醉确实到位，治疗本身并不可怕。大部分患者在过程中几乎感受不到疼痛，顶多是不太舒服，毕竟张大嘴巴保持很久，嘴肌有点酸，或器械声响让人紧张。甚至有患者形容根管治疗的感觉就像一般补牙差不多，只是花的时间更长而已。真正剧烈的疼痛往往是在治疗前牙髓发炎时你所经历的折磨，反而治疗是在帮你解脱。当麻药退了后，牙齿可能会有几天隐隐的酸痛或咬合不适，
那是因为根管清理过程对周围组织造成些微刺激，这属正常现象。医师通常会建议服用止痛消炎药辅助。相较于牙髓发炎时那种地狱般的剧痛，根管治疗后的酸痛真是小巫见大巫了。顺带一提，一些长辈对抽神经恐惧很可能是来自过去的经验阴影。早年牙科医疗没那么进步时，麻醉效果不好，器械简陋，抽神经常常让人痛得冷汗直流。其实早在1884年，西方医界就开始尝试在牙科使用局部麻醉，当时是以可卡因注射在上颌神经丛，创下无痛拔牙的先例。从此牙科治疗逐渐摆脱了只能硬撑疼痛的黑暗时代。到了今天，麻醉药物和技术早已发展得又快又有效，大家竟可以抛下对牙医恐惧症的成见。现代的根管治疗其实是一项精细但相对温和的技术活，与其害怕它，不如理解它，信任它。当你的牙医师建议你需要根管治疗时，大可不必像听到鬼故事般惊慌，这治疗正是为了拯救你的牙齿，终结你的疼痛而设计的。或许有人会想，好吧，抽神经听起来也没那么恐怖，而且能除痛留牙，一举两得，那做了不就万事大吉？理想很美好，但现实中根管治疗并非100%保证成功。有时候治疗后过一阵子，牙齿又开始隐隐作痛，甚至再度肿起来，让人心灰意冷。其实根管治疗也有它的挑战和美角，失败并不罕见。让我们来看看根管治疗失败的3大常见原因是什么，以及现代牙医如何利用新技术来提高成功率。1、细菌残留或再感染，这是最主要的原因。根管是非常细小而复杂的三维空间，弯弯曲曲，甚至像树枝一样有侧枝。有时候再仔细的牙医也可能无法完全清除所有细菌。有些牙齿可能有隐藏的额外根管没被发现，里头的细菌幸存下来，或者根管深处有狭窄的区段，器械无法抵达，残余一些坏死组织。即使当下症状解除，日后这些残留细菌仍可能死灰复燃，引发2次感染。另外，如果治疗后的填充不密合，或者补的临时填料脱落，口腔中的新细菌也会长驱直入，重新感染根管。总之，一旦细菌在根管内东山再起，就可能出现治疗失败、牙龈再度肿痛的情况。2、牙齿结构受损。有些牙齿做完根管治疗后，本身已经失去了大量牙体组织，比如原本蛀得很深，或者为了清除感染钻开了大洞。这时候如果没有及时进一步保护，牙齿会变得脆弱易裂。我们前面提过，抽神经后牙齿因为失去滋养会更脆，加上洞大结构薄，一用力咬硬物就可能牙齿劈裂。一旦牙齿出现严重的裂痕，甚至裂成2半，这颗牙通常就救不回来了，只好拔除。因此，如果患者在根管治疗后没有尽快做牙套，全冠保护牙齿在尚未完全恢复的阶段意外破裂，也是导致治疗功亏一篑的一大原因。3、复杂情况处理不足。某些棘手的案例，比如多根管的牙齿，如上颌大牙有3甚至4个根管，或者曾经做过1次根管但失败的2次治疗，又或者是根管内部钙化阻塞，器械断在里面等等，这些情况都大大提高了治疗难度。在传统技术条件下，牙医师可能无法充分处理这些复杂问题，留下隐患，导致日后失败。那么，有没有什么办法能提高根管治疗的成功率，降低失败风险呢？答案就是现代牙科的一项利器——显微根管治疗。所谓显微根管，就是牙医师在治疗时使用高倍放大的牙科显微镜和专门的超亮光源来辅助进行根管治疗。借由显微镜，原本肉眼难以察觉的细微根管入口、隐藏分支都能被一览无遗。对于那些解剖构造复杂、肉眼难辨的情况，显微镜就像是牙医师的千里眼，帮助找出所有的根管并清理干净。举例来说，下颌的第一大臼齿常有漏掉的第4条根管，如果用显微镜仔细寻找，就不容易 miss 掉。再加上现代有一些特殊的根管治疗器械，例如更柔韧的镍钛机械锉刀和技术，如超音波辅助清洗，能够应对弯曲的根管，清除顽固的堵塞，这些都大大提升了疑难根管病例的成功率。此外，
显微根管的一个亮点是，很多时候一次就可以完成治疗。由于设备先进且视野清晰，医师能在单次就彻底把问题搞定，不需要像传统那样每周跑诊所换药多次。对病人来说，不仅省时间，也减少多次打麻药和敞开牙洞的麻烦。当然，显微根管治疗通常属于自费项目，费用相对健保给付的传统根管高出不少。但对于一些棘手案例，例如前次治疗失败的重做、根管内有断针、特殊解剖结构等，或是患者非常重视保存牙齿、追求高品质治疗者，选择显微根管不失为明智之举。总之，根管治疗虽好，但也非万能。第一次治疗的成功非常重要，因此选择信任的牙医师，遵从医嘱就显得格外关键。如果治疗后仍有不适或再度肿痛，一定要尽快回诊，寻求可能的补救措施，如再次根管治疗或根尖手术。现代牙医已经有越来越多妙招对付棘手的根管问题，所以不用灰心，只要积极配合治疗，很多曾被判死刑的牙齿也有起死回生的机会。当你辛辛苦苦完成根管治疗，终于摆脱了牙痛的折磨，可能心想，太好了，我的牙保住了。但先别高兴得太早，拯救真牙的战争还没结束。接下来的一步，同样攸关这颗牙能否长久平安地留在你口中，那就是给它穿上盔甲，也就是大家熟知的牙套、牙冠。很多人会疑惑，我牙齿都补好了，为什么还要多此一举，套牙套？是不是医生想多赚钱？其实，根管治疗后给牙齿戴牙套，绝对不是坑钱，而是科学实证的必要保护措施。原因正如我们之前反复提到的，抽神经后牙齿比较脆弱，一方面失去牙髓滋润的牙齿会变得稍显干燥和脆性增加，另一方面做过根管的牙齿往往已经有大范围的蛀牙破坏或缺损，否则也不会伤到神经。即使治疗中牙医用充填物补上了洞，但补过的牙齿在大力咀嚼时承受压力的能力还是不如完好的牙齿。戴上牙套就好比给这颗受过重伤的牙齿安上一个坚实的保护帽，将咬合时的巨大应力分散开，避免某一点受力过猛而使牙齿裂开。统计显示，做过根管而没做牙套的牙齿，日后折断或再次出问题的比例大大提高，尤其是后排的大牙，负责嚼碎食物，每天承受的咬合力最大。根管治疗后若不加牙套保护，往往撑不了多久就悲剧收场。许多患者因为种种原因，怕花钱、怕麻烦，或误以为补一补就好，而没听医生话做牙套。结果几个月后，一块脆弱的牙壁在吃坚果时啪的裂掉，甚至裂到牙根里，最后只能拔牙收场，前功尽弃，实在非常可惜。因此，一般牙医师都会强烈建议，根管治疗完成后，尽早进行牙冠重建。过程通常是在疗程结束后，先由医师评估牙齿的存留情况，必要时会在残余牙体内做一个桩，俗称牙桩，增加固位，然后取模制作一个量身定做的牙冠，把整颗牙密合地套住。现在牙冠的材质有很多选择，常见的如全瓷冠、瓷金属冠等，其中全瓷冠因为没有金属内冠，不但美观，颜色接近真牙，不露出黑边，而且生物相容性佳，不容易有金属离子释放，导致牙龈染色问题，是近年相当受欢迎的选项。如果是在后排不显眼的位置，也有患者选择全金属牙冠，金合金制成，优点是强度一流，耐用性极高，但缺点是颜色较突兀。无论哪种材质，只要品质过关，粘着牢靠，都能有效保护牙齿，避免破裂。戴上牙套并不代表从此高枕无忧了，别忘了，牙套只是保护外层，并非防弹衣。牙冠周边的牙齿结构仍然可能再次蛀牙或遭受牙周病侵袭，因此口腔清洁依然马虎不得，要特别注意牙冠边缘与牙龈交界处的清洁。刷牙时可以将刷毛轻轻刷进牙龈沟，使用牙线或小刷子清理鳞面，防止菌斑在牙套边缘滋生。许多人以为装了牙套，那颗牙就刀枪不入了。其实如果清洁不好，牙套底下还是可能蛀烂，常见于牙套边缘渗漏进去，造成继发蛀牙。所以定期回诊检查也很重要，牙医可以及早发现牙套有无松动，边缘密合度是否 OK，
以及牙根周围组织的健康状况。一旦发现异常，例如牙套松了，里面住了牙龈发炎肿痛，要立刻处理或更换，千万别拖。唯有持之以恒的保养，这颗历经千辛万苦保留下来的真牙才能长长久久为你服务。看了以上种种，你或许会感叹，当初要是早一点注意，就不用吃这么多苦了。没错，牙痛及其后续一连串治疗，说到底都是源自我们对牙齿小问题的忽视。最后，我们要把焦点放在预防两字上，只要照顾得宜，多数人其实一辈子都不需要承受抽神经之苦。以下是几项关键原则，教你如何保护牙齿，远离剧痛。定期检查与洗牙，每半年到1年做一次牙齿检查与洗牙，这是预防蛀牙和牙周病的黄金法则。透过定期检查，牙医可以在蛀牙还很小，甚至只有牙垢的阶段就发现问题，及时处理。别忘了，台湾健保还提供成年人大约每半年一次的免费洗牙福利，这可是政府送给大家保健牙齿的好机会，务必善加利用。小洞不补，大洞吃苦，早期治疗可以避免蛀牙继续恶化侵袭牙髓。正确刷牙与使用牙线，每天早晚正确刷牙，饭后漱口，看似老生常谈，却是不变的真理。尤其睡前刷牙马虎不得，因为夜间分泌的唾液变少，细菌更容易作怪。如果你只刷牙不使用牙线，许多牙缝间的隐藏蛀牙可能早已悄悄形成，而你浑然不觉。因此，养成每天使用牙线的习惯，清除刷毛碰不到的邻面牙菌斑，是避免蛀牙深入牙缝，毁坏邻接面牙髓的重要一环。控制饮食与含氟保健，减少含糖食物、碳酸饮料的摄取频率，因为它们会滋养口腔细菌，产酸腐蚀牙齿。多喝白开水，餐后可以咀嚼无糖口香糖，刺激唾液分泌，有助中和酸性。定期使用含氟牙膏，依照牙医指示涂氟或使用其他再矿化产品，可以增强牙齿珐琅质的抗蛀能力，让细菌不容易打洞进入牙本质，伤及牙髓。留意夜间磨牙与不良习惯，有些人就算没有蛀牙，仍可能因为夜间磨牙或嚼硬物导致牙齿微裂而引发牙髓发炎。若你自觉有磨牙习惯，或早晨起床觉得咀嚼肌疲惫、牙齿酸痛，建议寻求牙医制作夜间咬合板、护齿套来保护牙齿，避免用牙齿开瓶盖、咬钉子等不当使用牙齿的行为，这些都有可能让牙齿受伤，甚至造成隐裂，给细菌可乘之机。勿忽视小疼痛。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任何牙齿的不适都不要轻忽。有时候牙齿突然1-2秒的酸痛，咬东西时一过性的刺痛，都是早期警讯。一颗牙齿如果频繁的出现怪怪的感觉，就值得找牙医检查一下。很多人大牙烂到只剩半颗才去看，甚至牙髓已经坏死，根尖长脓包才重视，这时候再后悔已经来不及。记住，我们大多没有办法治愈蛀牙或牙髓炎，拖延只会让治疗变得更复杂、更昂贵。因此，培养起有问题及早就医的观念，是保住一口好牙的最关键习惯。总而言之，牙齿暴痛并非天降的厄运，而往往是长期累积问题的结果。我们在这篇超深入的影片文案中，看到了牙医界常说却一般人不熟知的真相。能不抽神经就不要抽，因为自然牙的珍贵无可取代。当牙痛来袭时，牙神经的哭喊是在向你诉说危机，而抽神经虽能止痛，但也意味着牙齿从此失去生命力，需要更小心的维护。幸运的是，现代牙科提供了种种武器，从早期的活水保存治疗，到必要时先进的显微根管，再到术后坚实的牙冠保护，目的都是为了最大程度的保留你的真牙。我们要做的就是善用这些知识和资源，预防为先，及时治疗，在该出手时果断治疗牙齿，在能保留时绝不过早放弃它。或许你现在正在经历牙痛的折磨，又或者你很庆幸自己牙齿目前安好。无论如何，希望这一席话能让你对牙齿暴痛该怎么办有更深入的了解。下次再面对牙痛，别再害怕到乱了方寸，也别冲动的要求医生赶快帮我抽神经。取而代之，冷静想想这篇真相大破解的内容，寻求正确的处置，
和牙医师讨论最适合的方案。在牙医和你的共同努力下，你一定能既解除痛苦，又把宝贵的牙齿完整的保留下来。记住，善待你的牙齿，它会回报你一辈子的美味与笑容。牙痛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无知和忽视。现在你已经掌握了秘籍，就让我们一起远离牙痛，拥有健康闪亮的笑容吧。